其实我是知道的，大家最喜欢的内容就是泡沫时代的平民生活，只是为了频道的正常发展，我不能长期制作这类的视频。那我也不吊大家胃口了，这次我们来聊聊泡沫破裂时期开始进入职场的日本人的情况，看看这倒霉的垮掉的一代们的悲惨诞生。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哦。在泡沫爆炸之后，日本的70后们被认为是垮掉的一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去年介绍日本人梦醒时分的视频中有这样一段。毕业自九州大学的松冈回忆说，1990年毕业后，他决定先不找工作，等形势明了之后再去一个稳定的产业。这一年，他在一个车企相关的电子厂做临时工。半年后，他计算所有的工资和津贴，发现这半年的实际时薪竟然高达恐怖的3500日元。认为泡沫破裂果然是美国人打击日本经济信心的阴谋论。就这样，他又拿着钱旅游了半年。1991年开始，真正作为新毕业生找工作。然而仅仅是半年时间，劳动力市场需求急转直下，大量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很难再找到像前几届学长学姐一样的好工作，待业潮席卷而来。更令他愤怒的是，日本的舆论场上充斥着70后是垮掉的一代，因为不努力才找不到工作这样的论调。即使是九州大学这种顶级名校毕业的他，也会被早几年高中毕业就进入职场的同学鄙夷，认为他们这2年毕业的学生毫无工作能力，也没有经验，却妄图找到好工作建议先从底薪实习开始积累社会能力就是这一代人。由于这代人实在是太惨了，他们中有超过1/5的工作人口到现在都还没有过与企业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经验，一生都在被剥削。到前几年，日本政府还在出新的大规模政策来资助1993年到2004年毕业的这一代人，而且这类政策中大都直言不讳地直接用了救济案来命名。在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所的调查中，这一代人的职业生涯有4个特别需要关注的点。首先就是万恶之源，他们在进入劳动市场时面临着非常严酷的环境，加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0年的 IT 泡沫爆炸的影响，与其他的年龄段的人相比，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职业规划可言，即使是如今已经50岁左右了，职业生涯仍然是明显的不稳定。跨时间段对比，他们在同年龄的收入中位数也是明显的更低。第二个特点是非正式员工的比例极高，如上所述的，他们中有超过1/5的工作人口到现在都还没有过与企业签订正式用工合同的经验。虽然慢慢的更多人在获得转正，但是库存太大了，一直都无法消化完，并且到现在他们的职业提升意愿已经很低了。第三呢是尼特比例高，由于这代人的努力很难获得回报，人生都在为自己没有责任的错误来买单，因此年轻时充满了被压榨和非暴力不合作的经验，养成了不信任社会的习惯，到现在依然有很大比例的尼特族。第四呢是收入危机，这代人中即使是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了正式员工，收入也比其他年代生人低。但是更重要的呢还是剩下的部分，他们中的没有正式员工合同的人，有些已经即将退休了，这一代的尼特族们的父母也即将离世了，这2类人的老年生活会是个大问题。其实这代人的生存难度有多高，从他们的内卷程度就能够看出来。在2017年10月进行的日本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中，高中毕业学历的男性劳动者们中，后泡沫破裂时代的正式员工比例要远低于其他的年代，取而代之的从其他形式后被转正的比例却是最高的。显然这些人在进入劳动市场时是失业或者是非正式员工的状态，但随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成为了正式员工。但是即使通过努力成功转正了，终于走上了正轨，他们的苦难也还没有结束的。在同一份统计中，正式员工和从其他形式后被转正的周工时没有显著的差别。然而35到44岁高中学历男性正式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为530万日元，但是同条件从其他形式到正式员工的平均年收入仅为400万日元，也就是说时薪足足差了1/3。我在回忆录杂志里提炼了这样几个泡沫破裂时期进入职场的这一代人的人生各位来感受一下。第一位女性是1975年出生，青少年时期处于日本黄金期，也如我在泡沫时代奇异生活方式的视频中介绍的一样，在中学时代便一边兼职一边上学，到他高中毕业时刚好赶上了就业市场雪崩的1993年，当年的招聘岗位比前一年直接少了1半以上，很多人甚至觉得能找到兼职工作就已经不错了。眼看就职难度越来越大，普通工薪阶级出身的他选择赶紧入职。然而伴随着招聘岗位的减少，随之而来的就是学历贬值，几乎只有大学毕业的新生才会被录用为正式员工，
他这样的高中毕业生几乎被视同于以前的初中毕业生。虽然他幸运地找到了工作，公司却无法赶上经济下行的速度，最终大家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也看不到职业发展的任何希望。几次跳槽之后，各个公司都是差不多的情况，他不得已动用存款脱产回到学校读大学。当时他进入了一个普通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全班55人，竟然有不少都是因为实在职业发展无望而靠父母资助来重读大学的。他们选择教育学专业的原因也很简单，是为了作为教师获得国公立学校的编制。他是2003年毕业，几乎全专业的学生都在学校实习过，并且以教师的职业为目标。但是最终正式成为了教师的人不到5%，甚至有一半的人只能找到非正式员工的工作，然后等待秋季转职高峰期的下一次机会。主人公也是其中的一员。然而第二新族的竞争比校招还要激烈，教师岗位的录取率甚至小于2%。这次主人公也没有录取上，年龄不小也有工作经验的他自然是不打算再卷下一次了，转而尝试私立学校，竞争依然很大。最后连补习学校的正式教师都应聘不上，还是重新找了一个一般企业的工作。后来他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找教师的工作，虽然也有全程通过测试的时候，但是那时东京的公立学校的教师岗位竞争已经突破了100:1，而少子化使得学生越来越少，学校们都是能不裁员就不错了。他通过了测试，也只能在 waiting list 中等2年，然后内落到期需要重新应聘。但是公立学校们并非是完全不招新人的，主人公也听说，如果能从某些在教育议题上活跃的区议员或者是都议员处拿到推荐信的话，会简单很多。但是因为没有门路也没有钱，最后还是没有联系上。期间他也成功应聘到了一个私立学校的正式员工的行政岗位，还升职到了小领导。但是在论资排辈的文化中，他的实际薪水比另一位30来岁的下属还要低，而且他发现整个学校中的领导岗位都是比他大10岁或者是比他小10岁左右，他自己竟然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中被升职加薪的特例。因为知道他的年龄是不可能被作为候补干部发展的，下属们对他的尊敬也不多，而且他的工作范围并不核心，下属们也就都是一些20出头的新毕业生，他们的工资低到没有人愿意发挥才能，即使偶尔有些能力强的人也很难相处。最近他写道，即使已经过了50岁了，我还是没有放弃改变人生的努力。每当看到次贷危机时期毕业的年轻人们说他们的人生无望时，都感到他们还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另一个故事是这样的，主人公高中毕业于1999年，那时的日本经济还是一片萧条的景象。虽然他毕业这方面就职了商业高中，但是那年的招聘岗位比1998年又跌了一半。学校老师们甚至暗示，能先找到兼职工作就已经不错了，即使是大学生也是能找到工作感觉就很好。到了2003年，职位突然激增之后的毕业生们好像人生就正常了。统计上，2000年是日本新毕业生就业竞争率最大的一年，但这明明都是泡沫时代那一代人欠的债，却要这一代人来偿还。出生于高速发展时期，所以从小也是受的严格教育，试图表达自己的意见就很容易受到打压。主人公变得习惯了忍气吞声，公司的前辈们都是吃着泡沫时代红利过来的人，什么都不做，却拿着自己的例子说做出成果很简单，一直在经历着职场性骚扰、职场权力骚扰和无偿加班，而且孤立无援，在公司遭到了不公的对待，连父母也难以理解自己为什么无法升迁，天天被父母说都是自己不努力的责任。特别是主人公还是女性，在假装年轻、体力充沛、精神顽强和充满活力的形象同时，还要忍受因为单身而被嘲笑，但是她真的是没有时间和金钱去谈恋爱的。还有一位是1998年毕业于一所旧帝国大学，因为意识到找工作的前景不好，于是 gap 2年，先准备考取一个国家级资格证，2年之后终于考过了。但是即使有资格证要求的专业职位，那时候也是面临着与老员工竞争职位的局面。最后进了一家中等规模的企业，但是这家公司的制度实在是黑到没边了，于是另找了一个派遣公司的职位之后赶紧离职了。那个时候因为派遣社员很多，实际上的待遇其实也和正式员工几乎一样，他就一直被派遣到一个大型企业中工作，并无不满。那时派遣员工过了30岁之后就会被公司逼迫离职，主人公也没能熬到转正，然后被30岁清退了，只能继续被派遣到非大型的企业。派遣工作这种工作形式对于实际的用人方而言，完全就是可以用完就扔，法律上没有任何保护的手段，所以主人公遇到了3次项目上线立即开除 PM 这种事，就这样每隔2-3年就要转职一次。
然后每次他找正式岗位的工作时，都会被年纪比自己更小的管理者问为什么转职如此的频繁，为什么大学毕业时要去这家公司什么的。其实不就是没得选吗？要是早10年或者是晚10年出生，主人公也想做更自由的工作呀。到了40岁之前，他才在一家公司被转正。然而就连年薪超过500万日元，这个现在的优秀新毕业生都能达到的目标，对他而言也是工作了10几年之后才达到的。然后因为年轻时没钱结婚，作为派遣社员，银行也不想放贷给他，主人公到了转正之后才贷款买房，也因为没有子女而不能享受国家的住房贷款补贴。如今他已经有了20年的行业工作经历，好不容易熬到了管理职，但是因为公司每次加薪幅度的限制，使得工资依然卑微，一把年纪了还要卖力工作，因为这个年龄也不可能和年轻人竞争魅力啊、可塑性这些东西了，却因为作为正式员工的时间短，裁员成本低而害怕，工作上还得继续拼命，因此还被骂成傻努力。因为这种形象，还会被同僚们问你毕业的大学那么好，为什么会去那样的公司工作，这种嘲笑的问题。最近他的部门收到了一份简历，也是毕业于名校，但是因为在疫情的萧条期间，勉强去了一家黑心企业。虽然他给了对方 offer， 但是对方婉拒了，感到这次经济恢复的速度还挺快。主人公也在前几年和他的父母断绝了关系，因为他感到和父母的相处实在是只有不愉快的回忆。主人公找不到工作时，父母会说是因为自己不够努力；到了官方公布糟糕的就职状况时，又被说经济再差也不可能比他们经历的战后时期更差。主人公被黑心企业利用完就扔掉时，被说这是个例，年轻人埋头努力工作就有回报。总之，主人公感到父母把一切都归咎于主人公的个人问题，总是抬高上一代人的地位。但是明明主人公这一代人的痛苦，就是因为上一代人不负责任的制造泡沫。于是最后主人公感到忍无可忍，在快50岁的年龄和父母断绝了关系。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这代人会一直悲惨？经济恢复难道不会消化掉原来的不足吗？然而发展确实是只能部分解决这一代人的遗留问题，因为他们的人生损失很多都是因为泡沫破裂之后，经济上无法维持正常的赏善罚恶。如果把太多属于下一代人的发展成果用来弥补他们这一代人，那么下一代人又会重蹈覆辙。宏观上来说，日本可以牺牲一代人的人生，但是不可以一直损失未来的可能性。虽然微观上来说，每一代人都有些人固定被牺牲，有些人固定分享成果。总之，这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破裂时进入社会的这一代人的悲惨半生了。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